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扭转乾坤，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阅股无数，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上一支影片，小片我为大家讲解了一家之前非常被看好的 EMS 公司 ATAMS， 但是这个季度的表现却跌破眼镜。而在上一支影片，也为大家一一揭晓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和又有哪一些是投资者必须要关注的重点。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们记得观看哦。那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家计划要 IPO 上市的公司，这一家公司也算是家喻户晓，对于大马人都应该非常熟悉。那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们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那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公司就是 Sennheng， 他们是马来西亚最大的消费电子电器产品连锁零售商，并且提供一站式电器零售服务的解决方案，也就是从客户买产品到运输到售卖产品后的一条龙服务。那他们最主要的业务当然就是销售电器和电子产品。那截至5月31日 Sennheng 在马来西亚各州拥有大约103家连锁实体店，同时 Sennheng 的实体店也分为4大种商店概念 Grand Sennheng Elite、Grand Sennheng、Sennheng 和 SennQ， 目的是攻击不一样的客户群体。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实体店面是广泛的遍布全马各地。另外，除了 Sennheng 的实体店， Sennheng 也有自己的网络平台销售自家的产品，那就是 Sennheng Online Store、SennQ Online Digital Station， 以及选定的第三方在线市场，例如 Shopee、Lazada 等等的网上购物平台。那如果不知道的朋友们，这里也来简单的介绍 Sennheng 旗下的产品也非常的多样化，像是有 Mobile and Tablets 手机和平板电脑、Digital Gadgets 数码产品，比如说相机、智能手表、无人机等等， Computer and Laptop 电脑与笔记本电脑、Audio Visual 视听设备、Home Appliances 家用电器、Kitchen Appliances 厨房电器、Health and Beauty 健康与美容产品等等。同时旗下的商店拥有来自280多个不同的品牌。那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他们的收入分布，基本上我们可以把他们旗下的业务分为2大种，分别为电器和电子产品的零售 Retailing of Consumer Electrics and Electronics Product， 以及提供保修服务 Provision of Warranty Service。 而来自电器与电子产品的销售的收入是占了较高的比例，从2018至2020财政年都占了超过 90% 以上的收入比例。至于产品方面，当中占了最多的就是数码工具 Digital Gadgets 和居家电器 Home Appliances， 3年以来分别平均占了超过 30% 以上。至于在销售渠道方面，实体商店 Physical Store 所贡献的收入依然是居高的那一个，3年都平均超过 90%。 那虽然网络商店 Online Store 贡献不大，但是可以看到网络商店的收入有在慢慢增长，甚至在2020年达到了 7% 的收入比例，这也是后疫情时代的趋势，助长了网络销售。看完了他们的收入分布，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他们背后的供应商到底是哪一些公司。首先就是 VSTEX， 他们为 Sennheng 提供 Apple、Asus、HP 和 Microsoft 品牌的数码设备。 Sennheng 分别在2018年、2019年和2020财政年从 VSTEX 采购的产品中分别达到了总额 61.58 个 million、91.64 个 million 和 198.54 个 million。 而其他的就还有 Samsung、Panasonic Malaysia、Sharp Electronics 和 LG Electronics， 分别占了他们2020年的总供应的 20.5%、8.35%、8.14% 和 7.32%。 而他们之间的生意合作关系也是 Sennheng 引以为傲的，因为这5个主要的供应商都与他们拥有16年以上的合作关系。但是这其中也有一些小风险，那就是这一些供应商提供的产品都是品牌产品 Brand Products， 也就是只能从品牌负责人本身或通过其指定的分销商采购，因此没有其他替代供应商可以提供完全相同的产品。所以一旦这一些主要客户中断或停止任何的供应，都有可能会导致供应短缺，而这可能会影响 Sennheng 的销售业绩，因为这5大供应商的产品是他们最大的收入贡献者之一。但是目前来说， Sennheng 并没有面临主要供应商的任何重大供应中断或延误，只有少数对该特定型号和颜色的电子产品需求很高，导致产品发布时暂时短缺的问题而已。那看完了他们的供应商之后，我们也来了解他们这一次上市的新股发布详情。首先，在还没上市之前， Sennheng 将会有 1.25 个 billion 张股票，而上市他们将会发布多 0.25 个 billion 张新股票，也就是发行 20% 的新股票。所以在上市之后，他们的总股票数量将会达到 1.5 个 billion 张。那在这 0.25 个 billion 张新股票里面，就只有 52.5 个 million 的新股将会是公开发售给散户，也就是占了总股票
数量的 3.5%， 而其中 22.5 个 million 张的股票是必须预留给符合资格的人士，而这里指的就是公司的董事、职员和对公司有贡献的人。那也就是说，到最后公开给散户们抽签的股票数量也只剩下30 million 张，也就是土著和非土著各占了15 million 张，或者说各占了总股票数量的 1%。那其余剩下的新股票都去了哪里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 197.5 个 million 张的新股是由私下配售的方式发行，而密地批准的土著投资者占了48个 million 张，而其他的机构投资者则是占了最多，也就是 149.5 个 million 张新股，占了总股票数量的 9.97%。那除了发行新股，Seng-Heng 也将出售 139.5 个 million 张原有的股票给密地批准的土著投资者，相信这也是为了达到布萨的标准，以达到土著的股权至少是 12.5%。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一次的上市对于散户来说可以算是一票难求，基本上的票都被机构投资者和土著机构所购买。那在进入他们的资金用途之前，这里小编也要送大家一个福利，那就是如果你是新手想要开设投资户口，并享有 0.05% 最低水钱和良好服务的话，可以在这支影片留言区的 Pin Comment 向小编了解更多并且声明小编的推荐纯粹是想要新手们受惠于节约投资成本，少走冤枉路，并没有任何的商业或利益关系哦。回到正题，那他们上市后所筹集到的资金都会用在哪一个方面呢？其实截至今天 Seng-Heng 依然还没有公布通过这个 IPO 他们将会筹得多少资金，但是他们是已经列出了资金的用途，这里就来为大家做个简单的讲解。首先就是通过升级和扩张他们的零售连锁店来提升客户体验，也就是说他们要开更多的店面。截至目前 Seng-Heng 经营着一家 Grand Seng-Heng Elite、 33家 Grand Seng-Heng、 39家 Seng-Heng 和30家 Seng-Q。 那他们计划在2023年底前开设8家新的 Grand Seng-Heng Elite、 30家新的 Grand Seng-Heng、 6家新的 Grand Seng-Q 和5家新的 Seng-Q。 同时他们也打算将现有的 Seng-Heng 商店和 Seng-Q 升级为 Grand Seng-Heng Elite、 Grand Seng-Heng 商店或者 Grand Seng-Q 数码店，并在之前未开发的地区开设几家新门店，而这一些都将使用他们所筹集的资金进行。那第二项用途就是开拓新品牌并分销业务。 Seng-Heng 表示，在他们的商店中提供的商品主要都由来自各自品牌的负责人或当地分销商所供应，因此为了让客户有更多的选择， Seng-Heng 打算进口和分销国际品牌，而这些国际品牌之前在马来西亚的市场占有率是非常少的，或几乎是零，这样一来他们也能抢占马来西亚的市场。之后第三个用途就是扩展和升级仓库和物流网络，其中的计划就包括扩大现有的 Regional Hub 和建设新的 Regional Hub， 而目前他们也在扩建 Kota Kinabalu Regional Hub， 并将 Kuching 的 Regional Hub 搬迁至一个更大的仓库，预计这两项工作都将在2021年第4季度完成。那展望未来， Seng-Heng 打算在2023年底之前在丙都路建设一个丙都路 Regional Hub， 作为丙都路西部和 Miri 的实体店和客户的配送中心。而最后的用途则是提升他们的数码基础设施，以便能跟业务规模的增长保持一致的步伐。而其中所要提升的基础设备就包括了建立数据池 Data Lake， 也就是通过升级现有技术平台，并将当前的数据储存系统升级为集中式数据 Centralized Data 的储存库。然后还有就是把现有的 Physical Standby Disaster Recovery System 替换成 Cloud-Based Disaster Recovery System， 因为替换后的 Disaster Recovery System 可实时备份数据，并有能力在更短的时间内恢复和传输数据。而最后就是维护他们的数码基础设施，以便持续改进网络安全系统，并继续通过使用数据分析来优化在线广告的表现。那在整体用途看来，我们都能看到他们都偏向于扩张并且提升网上数码化，相信这也是投资者喜闻乐见的。但是目前来看，他们还有许多的 IPO 详情都还没公布，一旦公布了，小编也将会与大家分享哦。那对于 Seng-Heng 这一次的 IPO， 大家又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到留言区分享您的高见哦。之后大家还想听哪一家公司的业绩分析呢？请在留言区写下公司的名字哦。下一支影片将会是很多人要求的 Revenue， 所以记得留守。影片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有些故事用于赞颂，有些用于警戒，自我判断能力很重要，请大家三思而后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